朋友们，看了前面几个片段，是不是觉得这几个地方都感到非常的熟悉？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温州的欧白镇这个地方，也是曾经小杜在这里挥洒青春的地方，整整待了9年，也是我们大美出生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去，找一找我们曾经的那个工厂还在不在？因为这里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胖哥来到那里都不晓得往哪儿开了，不是有导航的话，真的东南西北都搞不到了。这条街感觉还是有点熟悉啊，没变哈，没啥变，因为没拆迁。变了呀，路宽了呀，以前路没得那么宽。对，路好像没那么宽，但是房子还是没变。我记得我们住的地方就在那个位置的嘛，找不到。对啊，在前面一点儿，感觉浦西街那边、临阳那边还有那个博田那边变化都比较大哈，都是高楼林立。是但是我们以前的厂那边，也就是104国道这边哈，感觉还是那些房子没那个变。我找不到，我遇到。但是那个走了那个就没看到现在把胖哥都整懵了，开过去开过来都没找到。我已经在那转了1个小时了，你跟我说斗门头、向阳亭、浦西，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以前住的那个路边就是那条路的路边是那条路的路边就找不到那个房子的你。也许真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按道理来说应该还没拆才对。我们脑壳里面的印象跟现在肯定是有出入的差别了，我跟你说。开玩笑，你10几年。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以前那个医院？以前你那个哪里不舒服啊？我们在那里看那个瑞金医院，那个时候。在那儿的瑞金医院，就是那个位置。我记得好像那个大美出生也是在那个医院呢。对，大美，快看那旁边左边，那就是你到那个位置生的，出生证明就是在那办的。找到了，虽然已经完全变样了，但是唯独这个小房子还在，所以说才认定就是这个地方。把你妈激动惨了。这边找到了，因为这一块完全，它卖出去之后就被别的工厂来重新建了，你看建的房子满满的，所以说一点都不敢相信就是这里。我跟你们讲啊，那个桥上，当年我骑摩托车的时候，那个桥上摔了一跤，早上在那个前面买早餐，狗儿按到你爸爸追，好几条狗按了我追。他妈的，对面堆些垃圾坨坨的那个地方，就是以前有个早餐店，也是我们吃夜宵的地方哈。小杜好激动啊，又回到了10几年前他住的地方。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把那个小房子来保留起了，太让我惊讶了。以前那个房子是推进去的，现在修出来了。以前那个门，我们厂的门头都是在那外面，所以说你说我们刚才从那里路过的时候，完全没得感觉，是不是？但是我们慢慢回来的时候，掉头回来的时候，才发现了那个小房子。就是那个房子，那就是曾经我们住了很多年的地方。我跟你说，你在那住了3个月哦。然后你想嘛，那后头就是个发门厂，你在那哈睡觉的时候，旁边的那个都叮咚叮咚叮咚，然后你都已经习惯了，就是白天叮咚叮咚你还是睡得着，然后晚上安静的时候，反而你还要在那里哭。普通，你对那个地方没有印象，要记住那里哈，那是爸爸妈妈曾经挥洒血汗的地方。刚才我们已经到我们之前住过5、6年的地方看了一下，因为外面太热了，我们就回到车里面来了。激动归激动，心酸也还是有的哈。大女儿对这个地方也没得任何的印象，因为刚好3个月的时候就把她带回家了，一直到生的那一天晚上，她都还得上班，然后晚上的9点多下班过后回来，是凌晨的2点钟开始发作，然后我们就给公司借了一个车子哈，然后我就把她架起，一直在医院的走廊上走来走去，走到天亮都没生。你好折磨妈妈哟。到第2天的中午才出生的了。那个时候我也要上班，小杜也要上班，归根究底就是我们
能力不够，满月了过后就继续上班，没有给你们一个比较优越的条件嘛。但是我想的话，那种经历肯定很多人都有过，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没得办法，留守儿童特别多。3个月的时候，我爸跟我妈就把小孩子带回去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隔壁是一个工厂，你在工厂里面上班，它是有那个行车，做过机械的朋友就知道，那个行车整天开来开去，咚咚咚那个声音。小孩子白天响的时候他能睡得着，结果晚上非常安静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了，就造成我们夫妻两个也睡不好觉，爸妈也睡不好觉，所以说最后经过我们全家的商量，3个月就把小孩子带回老家。我们买了一张那个站台票，把你送到车站的时候，隔着那个车窗的玻璃，就是在火车上面，你就在那个火车上面啊，婆婆爷爷把你撑起，你在那儿跳，兴奋啊，激动啊，好像就是你都不晓得你要回家了。他觉得还很好玩。你不晓得你妈妈那个时候转头回来，哭得哟，梨花带雨，天崩地裂。我当时是一滴眼泪都没流，但是我心里面，但是把心像肠子、胃心都是像被搅得碎碎的那种感觉。因为想一想，那个正常来说，吃奶的话都要吃到半个月以后哈。半年。半年以后，但是他这个只吃了3个月的奶，想想还是都愧疚的哈，愧对我们大女儿，就吃了3个月的奶就把她抱回去了。的确，当时也觉得说那份工作比较安稳，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好吧，也舍不得哈。当时想想那时候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很不容易。我那时候的工作也是比较带有危险性，而且也比较辛苦。说白了就是体力活。所以说我在说，我会的东西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哈，略懂一二。欧北镇它就是迸发之都，做阀门那个时候。但也是那些车铣钻磨包都要去学。我们就从那里开始的，一直做到2020年离职，我都一直在做那个行业。也算是一个重体力活了。反正我还记得每天中午我妈给我买瓶啤酒给我喝，然后每天晚上小杜跟我妈2个还要拿那个药酒哈给我擦那个腰，擦腰，也是非常累。所以我的腰肌劳损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积累下来的。所以说到了这边也都是我们2个满满的回忆啊，都在这个地方。说实话，这一次不是小杜提想回来看一看的话，我是真不想回来。因为那个地方有我太多的心酸了，在那个地方。我们其实带上女儿过来，不是来想给他们灌输这种辛酸历史的，而是想让他们过来见识一下的。所以说我们后面还会带他们去看哈温州的五马节，那是温州的一个地标性那个地段哈。那个时候我们去逛趟五马节就是进城。就相当于是赶大集，对。好，拜拜，祝你们生活愉快。